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，说实在的，听完之后我感动的眼泪哗哗的。这世上啊，总有一些爱情故事，让我们相信爱的力量真的能够超越一切。故事的主角叫做小林，是我老家江苏的一个女孩子，今年27岁。小林原本是个阳光开朗的女孩，在南京一家外贸公司上班，未来可谓是一片光明。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，4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她下半身瘫痪，从此只能依靠轮椅生活。那场车祸来得猝不及防，小林正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，一辆大货车闯红灯，瞬间就把她撞飞了出去。等她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3天后的事情了。医生告诉她，她的脊髓受损严重，下半身可能终身瘫痪。我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，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小林跟我说起这段经历时，眼圈都红了。车祸后，小林的男朋友很快就分手了，说是承受不了照顾一个残疾人的压力。家里人轮流照顾他，但是他知道自己成了家人的负担，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。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想自杀。小林坦言，但是看到爸妈为我操劳，又舍不得离开他们。后来小林在家人的鼓励下开始学习网页设计，慢慢接了一些远程工作。虽然身体不便，但他的生活总算有了些盼头。转机出现在去年，小林通过一个残障人士互助群认识了阿明。阿明是台湾高雄人，比小林大3岁，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工程师。他们一开始只是普通聊天，阿明得知小林的情况后，非但没有疏远，反而更加关心他。我一开始真的不敢相信，觉得他肯定是骗子。小林笑着说，一个台湾帅哥，家境不错，怎么可能喜欢上我这样的残疾女孩？我以为他就是闲着没事逗我玩呢。但阿明的真诚打动了小林，他们从线上聊天逐渐发展成了恋人。疫情管控放开后，阿明专程飞到南京见小林，还给他带了很多台湾的特产。见面那天，小林紧张的不行，害怕阿明见到真实的自己会失望。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嫌弃我，反而特别自然地蹲下来跟我平视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小林说到这里，眼泪又忍不住流下来了。阿明对他说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的腿我来当。就是这句朴实无华的话，彻底打开了小林的心门。阿明在南京待了1周，每天推着小林去游玩，帮他拍照，给他做饭。小林说，那是车祸后他最幸福的1周。分别的时候，阿明向小林求婚了，希望他能嫁到台湾去。小林被这突如其来的求婚惊呆了，他担心自己会成为阿明的负担，也担心会不适应台湾的生活。我当时就拒绝了，觉得他可能是一时冲动。小林说，我跟他说，你回台湾好好想想，如果1个月后你还是这么想的，我们再谈。1个月后，阿明再次飞到南京，带着求婚戒指和一大堆资料。他告诉小林，台湾的医疗条件很好，尤其是对脊髓损伤的康复治疗走在前列。很多大陆人可能对台湾有误解，以为那边经济条件不好。小林说，但实际上台湾的医疗福利制度很完善，全民健保覆盖率高达 99.9%， 医疗水平在很多领域都很先进。阿明给小林看了台湾一家脊髓损伤康复中心的资料，那里有最新的康复设备和治疗方案，很多病患通过系统性的康复训练，恢复了部分行动能力。他跟我说，虽然不能保证我一定能站起来走路，但是至少可以尝试各种可能性。小林说，而在大陆，医生早就告诉我放弃希望了。阿明的家人也通过视频和小林见了面，尤其是阿明的妈妈，一个和蔼可亲的台湾阿姨，对小林非常热情，说很期待他去台湾。阿明妈妈跟我说，女儿啊，来台湾吧，这里有咱们疼你。小林说起这话，眼里满是感动。他说话带着台湾腔，叫我女儿的时候，我眼泪都出来了。但小林的父母却极力反对这门婚事，一方面担心女儿远嫁台湾会受委屈，另一方面也不相信阿明的真心。我爸妈说，正常人都不一定能长久相处，何况我这种情况。小林叹了口气，他们担心我过去会被欺负，甚至被抛弃。为了打消小林父母的顾虑，阿明再次来到南京，住了整整1个月，每天陪小林复健，和他的父母深入交流。他的真诚和耐心终于赢得了小林父母的认可。我爸最后跟我说，女儿，这个小伙子是真心的，如果你也爱他，爸爸妈妈就支持你。小林说到这里，声音都有些哽咽。就这样，小林决定嫁给阿明，远赴台湾生活。临行前，她忐忑不安，害怕自己会适应不了台湾的生活，也担心会给阿明的家庭带来负担。去台湾前，我在网上查了好多关于台湾的资料，
看了很多台湾综艺节目，还特意学了一些台湾用语。小林笑着说，比如他们说卫生纸叫面纸，垃圾桶叫垃圾桶，公交车叫公车，还有好多不一样的叫法呢。去年10月，小林在父母和朋友的送行下，坐着轮椅登上了飞往台北的飞机。阿明在桃园机场接他，然后带他回高雄的家。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我有点懵。小林回忆道，虽然都说中文，但是好多地方还是不一样的。比如他们讲话喜欢加拉、咧、呗之类的语气词，而且语调抑扬顿挫的，我刚开始还不太适应。让小林惊喜的是，阿明的家已经做了无障碍改造，安装了扶手、轮椅坡道，甚至连洗手间都改成了无障碍设计。阿明他们家住在一个小区的电梯公寓里，他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遍，就为了方便我的轮椅通行。小林说，他告诉我这些都是他自己设计的，为了让我住得舒服。阿明的父母也非常热情地欢迎小林，尤其是阿明的妈妈，从第一天起就把小林当成了亲生女儿。婆婆知道我喜欢吃南京的鸭血粉丝汤，特地学着做给我吃。小林感动地说，虽然味道不太一样，但是那份心意让我特别温暖。在台湾的第1周，阿明请了假，带着小林去办理各种手续，包括申请台湾的居留证和健保卡。台湾的行政效率真的很高，办事人员也特别有耐心。小林说，看到我坐轮椅，他们都会特别关照，走绿色通道不用排队。而且台北的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做得特别好，我去哪儿都很方便。办完手续后，阿明带小林去了高雄长庚医院的脊髓损伤康复中心做评估。医生详细检查后告诉小林他的情况，其实没有大陆医生说的那么严重，还有康复的可能性。那个医生跟我说，妹妹不要放弃希望，我们这边有成功案例。小林眼睛亮了起来，他给我看了好多案例，有的患者甚至比我情况还严重，现在都能拄拐杖走路了。台湾的医生告诉小林，大陆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，尤其是康复医学领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。而台湾因为全民健保制度的完善，即使是长期的康复治疗也能得到很好的保障。医生给我制定了一套综合康复方案，包括电刺激、水疗、康复机器人训练等。小林兴奋地说，最让我惊讶的是，这些治疗大部分都能用，健保给报销，自己只需要负担很小一部分。小林开始了在台湾的康复治疗生活，每周3次去医院做专业康复，其余时间在家按照医生的指导自己练习。阿明下班后总是陪他一起做康复训练，鼓励他坚持下去。刚开始真的很艰难，有时候锻炼到浑身是汗，疼得直掉眼泪。小林回忆道，但是阿明每次都在旁边给我加油，说加油啦，你是最棒的。那种台湾腔听着特别可爱，我就忍不住又坚持下去了。小林说，台湾的医护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，不仅专业水平高，而且特别有耐心和爱心。有一次我康复训练太累了，情绪崩溃大哭，护士阿姨不仅没有不耐烦，反而抱着我安慰了好久。小林感动地说，他跟我说，妹妹，大家都看得出来你很努力，我们都被你感动了，再坚持一下好不好？在台湾的3个月后，小林和阿明举办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婚礼上，阿明当着所有亲友的面，郑重地对小林说，不管你能不能站起来走路，我都会一辈子陪着你，照顾你。你的腿我来当。那一刻我真的好感动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小林抹着眼泪说，婚礼上的亲友都被我们的故事感动得哭了，大家都说我们是真爱无敌。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，阿明每天上班前会准备好小林一天需要的东西，中午回来陪他吃饭，晚上下班后陪他做康复训练。小林也开始在家接一些网页设计的远程工作，慢慢适应了台湾的生活节奏。台湾的饮食文化和大陆有些不同，他们喜欢吃甜一点的，比如卤肉饭会加一点糖，还有他们的珍珠奶茶，甜得不得了。小林笑着说，不过现在我也习惯了，还挺喜欢台湾的卤肉饭和卤肉面的。小林说，台湾人的生活节奏比较慢，很多店铺下午就关门了，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普遍不错。在台湾，医疗、教育这些基本需求都有保障，所以大家不用那么拼命赚钱。小林感慨道，虽然可能没有大陆那么多高楼大厦、豪车名表，但是人们的幸福感挺高的。阿明的家人对小林非常好，特别是婆婆，总是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，还教他说台湾话。我婆婆特别可爱，每次教我说台湾话，我发音不准，她就笑得前仰后合。小林说，她教我说哩假哇塞，就是你真的很棒的意思。我老是说不标准，她就说没关系啦，慢慢来。小林的公公则是一个退休的中学老师，非常有耐心，经常推着小林去附近的公园散步，
给他讲台湾的历史和文化。公公跟我说，台湾和大陆虽然有些不同，但根是一样的。小林回忆道，他说两岸就像兄弟一样，有时候闹点别扭很正常，但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割不断的。小林在台湾的康复训练进展顺利，5个月后他的脚趾能微微动了，医生说这是个好兆头。我记得那天我在做康复训练，突然发现自己的脚趾能动了，我激动地大叫起来。小林激动地说，医生护士都围过来看，然后给我鼓掌，那一刻我真的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小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阿明和婆婆，阿明当即请了假，带着她去高雄最好的餐厅庆祝。阿明说，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，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。小林笑着说，他还特意点了满汉全席，好多菜我都没见过，吃得我肚子都要撑破了。婆婆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激动得不得了，直接跑去庙里拜拜，给小林求了护身符。婆婆是个很传统的台湾女性，特别信这些。小林说，她给我求了一个平安符，让我贴身带着，说能保佑我早日康复。虽然我不太信这些，但看她那么真诚，我还是每天都带着。就这样，小林的康复之路一天天有了进展。8个月后，她的大腿肌肉有了反应，医生建议她开始尝试站立训练。站立训练特别痛苦，因为我的腿肌肉已经萎缩了，站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小林说，但是阿明每次都陪在我旁边，一边扶着我，一边给我加油。有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他就抱着我说，没关系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明天再来。阿明的体贴和耐心给了小林莫大的勇气和力量。他说，正是因为有阿明的陪伴，他才能坚持下来。有时候我想放弃，觉得太痛苦了，不值得。小林坦言，但是看到阿明那么支持我，我就不忍心辜负他的期望，而且我也想证明给自己看，我不是一无是处的废人。康复1年后的一天是阿明的生日，小林决定给他一个惊喜。他背着阿明偷偷加强了训练，在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，准备在阿明的生日那天试着站起来走几步。那天我紧张得不得了，怕自己做不到，又怕站起来摔倒。小林回忆道，阿明不知道我的计划，还以为只是普通的生日聚餐，把爸妈和几个要好的朋友都叫来了。生日聚餐在阿明家举行，小林穿上了新买的连衣裙，化了精致的妆容，坐在轮椅上等待着阿明回家。那天阿明加班晚了一点，我在家等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小林笑着说，婆婆看我那么紧张，一个劲地给我打气，说，加油啦，媳妇，你一定行的。终于阿明回来了，看到家里布置好的生日派对，他非常惊喜。大家一起唱生日歌，准备切蛋糕的时候，小林对阿明说，老公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阿明可能以为我要送他什么物质上的礼物，还笑着说，不用啦，有你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小林眼含热泪地说。然后我就对他说，那你闭上眼睛。阿明闭上眼睛后，小林示意婆婆过来帮忙。婆婆扶着他，慢慢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。站起来的那一刻，我的腿在发抖，心跳得飞快。小林说，但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住，这是给阿明最好的生日礼物。站稳后，小林对阿明说，老公，你可以睁开眼睛了。阿明睁开眼睛，看到站在面前的小林，整个人愣住了，然后突然泪如雨下。那一刻，阿明捂着嘴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小林哽咽着说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，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小林在婆婆的搀扶下，颤颤巍巍地向阿明走去。虽然只有3步的距离，但她走得无比坚定。那3步路，我感觉像走了3年那么长。小林说，但是看着阿明感动的表情，我觉得再难都值得。阿明冲上前来，紧紧地抱住了小林，激动地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这么棒的礼物，我太爱你了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所有的痛苦和坚持都是值得的。小林幸福地说，能看到阿明那么开心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让小林没想到的是，婆婆看到她站起来的那一刻，竟然直接跪下来，对着天大哭起来。婆婆跪在地上，一边哭一边说，谢谢菩萨保佑，谢谢菩萨保佑。小林说，后来她告诉我，她每天都去庙里给我求平安符，祈求我能早日康复。看到我真的能站起来了，她觉得是菩萨显灵了。婆婆的反应让小林非常感动，她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个台湾家庭给予她的爱和支持。婆婆那么虔诚地为我祈福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小林说，在台湾这1年多，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医疗条件的好，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关爱。那天晚上，阿明抱着小林，两人聊了很久。阿明告诉他，其实他早就知道他在偷偷加强训练，但是假装不知道，想给他一个惊喜的机会。阿明说，他看到我每天那么努力，已经很感动了。小林说，他说无论我能不能站起来走路，他都会一辈子爱我，照顾我。这1年多的康复训练让小林深刻体会到了台湾医疗的先进和细致。
台湾的医生不仅关注病人的身体康复，也非常重视心理辅导。在大陆的时候，医生告诉我放弃希望，甚至没给我做过全面的评估。小林感慨道，但是台湾的医生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，他们相信只要有1%的希望，就要付出100%的努力。小林说，台湾的医护人员特别注重病人的尊严和感受，康复训练虽然辛苦，但是他们总是会用积极的语言鼓励病人。有一次我训练到一半，突然崩溃大哭，说不想继续了。小林回忆道，那个护士不仅没有批评我，反而给我讲了好多其他病友的故事，鼓励我坚持下去。他说，每一个站起来的人都经历过无数次想放弃的时刻。小林的故事在台湾当地传开后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当地一家报纸还专门来采访了他们，报道了这对跨海恋爱的夫妻的感人故事。报道出来后，很多陌生人都来鼓励我，说我给了他们力量和希望。小林感动地说，有些脊髓损伤的病友还专门来找我取经，我就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他们。现在小林已经能在助行器的帮助下自己行走了，虽然走得不快，但是已经能自理大部分生活。医生说，按照目前的康复进度，他有希望在1-2年内完全摆脱助行器。我现在每天早上都会去小区的花园散步，刚开始邻居们都很惊讶，后来大家都为我加油打气。小林骄傲地说，有个阿婆看到我每天坚持锻炼，还专门给我包了一个平安粽，说是给我补充能量的。小林和阿明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，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台湾医疗的先进水平。台湾的医疗系统真的很完善，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照顾。小林说，我在这里做康复，大部分费用都由健保给报销了，自己只需要负担很小一部分。如果在大陆，这样的康复训练可能要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。小林说，台湾的医疗不仅技术水平高，服务态度好，而且费用透明，报销及时，让病人少了很多后顾之忧。在台湾看病不需要找关系，不需要送红包，医生对每个病人都一视同仁。小林感慨道，这让我这个大陆来的病人感受到了满满的尊重和平等。与此同时，小林也发现，台湾的普通民众其实并不像大陆媒体报道的那样生活困难。台湾的物价是比大陆高一些，但工资水平也高，而且医疗、教育等基本保障做得很好。小林解释道，普通人可能不会有特别豪华的房子和车子，但基本生活质量是有保障的。小林和阿明现在已经开始规划未来，他们打算等小林完全康复后，在高雄买一套房子安家，然后生个小宝宝。阿明说，他希望孩子能同时了解台湾和大陆的文化，以后有机会带孩子回南京看看我的父母。小林幸福地说，现在两岸交流这么方便，我们全家每个月都会视频聊天，感觉亲人就在身边一样。小林的婆婆已经开始为未来的孙子孙女做准备了，买了不少婴儿用品，还在学习大陆的育儿经验。婆婆说，她要让孙子孙女既会说台湾话，又会说普通话，将来两岸都能自由来去。小林笑着说，她现在跟我学普通话特别认真，还会用手机记笔记呢。小林说，她现在每天都很满足，虽然身体还有不便，但心灵却比以前更强大了。这场车祸和瘫痪让我失去了很多，但也让我遇见了阿明，得到了这么多爱和支持。小林感慨道，如果没有那场车祸，我可能永远不会认识阿明，也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的生活。小林现在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康复经历和台湾生活，希望能给更多身处困境的人带来希望和力量。小林高兴地说，能帮助到别人，我觉得自己的经历也有了意义。今年春节，小林的父母专程来台湾探望女儿，看到女儿能站起来走路，老两口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我爸妈一直担心我在台湾会受委屈，这次来看到我过得这么好，他们终于放心了。小林说，他们和公婆相处的也特别好，一起包饺子看春晚，完全像一家人一样。小林的婆婆特意学了几道南京菜给小林的父母尝尝，虽然味道不太正宗，但那份心意让小林的父母非常感动。我妈说，能把女儿嫁给这样的家庭，是她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情。小林感动地说，看到两家人融洽相处，我觉得再多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。春节期间，阿明带着两家人一起去了垦丁、日月潭等台湾著名景点游玩。小林的父母对台湾的美丽风景和热情民风赞不绝口。我爸说，台湾的确是个宝岛，不仅风景美，人也特别好。小林笑着说，他还说以后要多来台湾看看，说不定退休后就在这边住上几个月。分别的时候，小林的父亲紧紧地握住了阿明的手，感谢他给了女儿新的生活和希望。我爸对阿明说，女儿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。小林回忆道，阿明特别郑重地回答说，爸，我会用一辈子来证明，让女儿嫁给我是对的选择。
看着父母离开的背影，小林心中充满了感恩和幸福。她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，远嫁台湾不仅让她重获新生，也让两个家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如今，小林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不仅能自理日常生活，还在一家设计公司找到了工作。虽然暂时还是远程办公，但已经能靠自己的能力赚钱养活自己了。我从一个被生活打倒的女孩，变成了现在能够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，这种成就感是无法形容的。小林自豪地说：“我想告诉所有和我有相似经历的人，永远不要放弃希望，奇迹总会发生。”小林说，她的故事或许不够轰轰烈烈，但却是一个关于爱、希望和坚持的真实见证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当初我放弃了，如果我没有勇气远嫁台湾，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？小林若有所思地说，可能依然躺在南京的病床上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吧。小林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故事，能让更多人了解两岸医疗的差异，也让更多残障人士看到康复的希望。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无论身体状况如何。小林坚定地说，只要有爱和希望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说完这个故事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小林和阿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爱是不分地域、不畏艰难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两个人彼此相爱、互相扶持，任何困难都能一起克服。同时，小林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了医疗资源和技术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性。有时候换一个环境，得到专业的帮助，人生就会有不同的可能性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困难，都不要轻易放弃希望。就像小林一样坚持下去，也许奇迹就在下一秒发生。好啦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你们还想听更多感人的爱情故事，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